ETH 的地位真的不可撼动吗？最近很多人把 V 神叫做小 V 了，我大胆有个预测，在不久的将来 ETH 会变成跟 LTC 一样的平庸，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了，希望到时候打脸。这期的内容有点长，想法很不一样，是最近的一些思考。一、国际投资环境，道琼斯指数突破历史新高，纳斯达克估计也快了， A 股又跌破3000点。这一轮18年到23年的中美贸易战，老美完胜，我们估计也会跟小日子一样。所谓失去的30年，我们可能稍强一些，起码也得10年。美股的牛市来了，币市的牛市还会远吗？二、币市的行情周期，我觉得这个周期应该不会简单刻板的遵循4年一次的大牛市，类似于13年大牛、17年大牛、21年大牛。原因如下：一是币市以前不受待见，还处处受打击，引不起真正大佬的注意。现在呢，不管是影响力还是整个资金池都相当大了。二是当前市场上存留的 BTC 量占了绝大多数，好像只剩下140多万 BTC 没有挖出来了。16到20年 BTC 的出块速度是24年减半后的4倍，16年1年挖的顶24到28 4年挖的，减半预期虽有用，但已经起不到决定作用了。我的观点，币市的行情还是得看全球的投资环境，美联储减息的预期跟真正开始减息，才会促使币市开启牛市。币市现在就是美股的一个超级大板块，不会真的有人以为最近的币市火爆是自己走出了独立行情吧。三、大鱼吃小鱼，大鱼吃虾米。BTC 的现货 ETF 即将来袭，正儿八经的华尔街金融大佬开始搬椅子到赌桌前了。接下来的这个牛市，我觉得主角应该是传统金融大佬对战币圈新贵。 SEC 打击 BN 就是个开始，连 SAO 的崛起，我认为都是跟传统大佬有关的。据我了解到的资讯， FTX 执行破产清算，被大佬低价收购，当时的公司手里的资产类似 SOL 等一些代币价格很低，大佬算是抄了一个大底。近期 SOL 的生态蓬勃发展可能与这些也有关系。四、从上一个观点引申到这里，在那些样的背景下，我们币圈小龙虾该怎么浑水摸虾呢？我也有几个小想法，大家可以讨论。A. 首先，我们得选好队伍，站好队。我从最开始了解 BTC 就有坚定一个观点，就是在这个币市，除了 BTC 以外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代替的。ETH 也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币，还有它的 ETH 生态，也不是不可以被取代。毕竟区块链的世界还是处于幼儿期，这个就是我要站的队。B. 那为啥呢？ ETH 从15年的2块钱涨到现在的2000美元，最高达到4000多美元，中间还有类似 ICO、DeFi 这样的手段，借助所谓的 ETH 生态，养肥了好一批币圈新贵。不要跟我抬杠 BTC 最开始都不要钱，抬就是你对。这下华尔街大佬来了，还会给那些早就囤好 ETH 的新贵撒钱吗？我觉得不会。C. 我觉得 ETH 最大的错误就是放弃炮转向 Pass， 这样做虽然顺应了所谓的时代发展需求，不再浪费能源，不再破坏环境，不会被环保人士口诛笔伐，可是呢，结果就是当年 AMD 差点就完蛋，恰好赶上 ETH 爆发，被显卡挖矿救了回来。现在没了矿老板显卡挖矿支持，没有全世界真金白银大量的显卡投入，没有巨量的电力消耗，就凭那些聪明的程序员科学家就能让 ETH 继续辉煌吗？那我华尔街大佬为啥不把聪明的科学家程序员叫过来，再写一个 SBTHCTHDTH， 给你们 ETH 抬轿子，我还不如自己生产一个车自己开。反正人能值几个钱，我大胆做个预测，在不久的将来 ETH 会变成跟 LTC 一样的平庸，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了，希望到时候打脸。D. 还有一个就是 ETH 团队中 V 神的个人 IP 过于强大，虽然以太坊是去中心化的，但是他个人的一言一行对 ETH 的影响很大，
对于早期发展是有利的，但现在却是影响 ETH 的一个点。5. 接下来的币圈除了 BTC， 其他的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认为这个牛市跟16:17那一波牛市更相似，再一次从头开始。以上是本期的一些想法，希望您喜欢，感谢你的收看。